家人们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来到心灵档案，这个陪你一路冲向财富自由的宝藏频道。今天咱们聊点干货，你知道吗？扎克伯格这样的商业大佬，每天早上都会灵魂拷问自己一句话：我今天要干的，是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儿？要是答案是肯定的，那就果断行动，火力全开。这种简单却高效的习惯，真是让人醍醐灌顶啊！其实我自己也踩过不少坑，吃过很多苦，才慢慢悟出一个真理：会搞钱的人，生活都调成了极简模式。只有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杂念和选择清理掉，咱们才能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，才能冲得更快更远。目标极简。人们总以为多条路就多条生路，于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结果却发现无论走在哪条路上，都好像差那么一点点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说到底，是因为分心带来的不专注，最终让每一条路都走得不够远，不够深。专注的力量有多可怕？看看那些成大事者就知道了。哈佛大学的25年跟踪调查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答案：那些坚定目标，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努力的人，最终成为了各界的成功人士。那些中途换了方向但仍在某个领域深耕的，也成为了行业内的佼佼者。而那些没有明确目标，不断在不同领域徘徊的人，最终却过着不如意的生活，还怨天尤人。说白了，专注是一种稀缺资源，也是成功的底层逻辑。专注不是盲目的坚持，而是有方向、有计划的深耕。例如，米其林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背后是爱德华几十年的专注积累。刚开始，他只是一个小作坊老板，每天琢磨怎么做出更耐磨的轮胎，为顾客省钱省事。后来，他发现单靠产品好还不够，于是开始投入技术研发，提升产品性能。再后来，他看准了汽车工业的崛起，把握住了时代机遇，与汽车制造商合作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。如果他在半路上被其他机会吸引，或许米其林的名字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。我们再来看身边的例子，那些一心扑在自己行业的人，往往更容易突破瓶颈。比如一个专注写作的作者，不断打磨自己的作品，尽管刚开始默默无闻，但只要坚持下去，总有一天能写出受欢迎的作品。一个开小餐馆的老板，专注研究菜品和服务，即使起初只是个街边小店，也有可能一步步发展成连锁餐饮品牌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成功背后，都离不开两个字：专注。然而，许多人却输在了想要太多。社会上总有人说，多一个副业就多一条出路，于是他们忙着开网店、学摄影、炒股票、搞直播，最后发现，这些副业不仅没给他们带来预期的收益，反而拖垮了他们的主业，最终得不偿失。想要鱼和熊掌兼得的人，往往最后鱼也没抓到，熊掌也成了泡影。正如农民修剪葡萄时必须狠下心来摘掉那些看似无害的青葡萄一样，我们在人生中也必须学会取舍，懂得少即是多的道理。当然，专注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，它需要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，但调整不是随心所欲的乱折腾。爱德华在轮胎业务上不断创新，用米其林餐厅指南这样的方式宣传轮胎。这种跨界虽然看似离题，却仍旧围绕主航道展开。关键在于，任何选择和创新都必须建立在对主业的深耕之上，而不是盲目扩张和追求短期利益。社交极简。年轻时，我们总容易被一些看似合理的观念裹挟，比如多认识人总是好的。于是，无数人耗费时间在表面的圈子建设上，各种酒局、饭局，满场寒暄，记住别人家孩子的名字、宠物的种类，甚至背下某位老板的生日，只为了博取人情。然而，这些努力换来的往往是表面的热闹，实际的收获却寥寥无几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为了拉个小项目，
硬着头皮找了一位看似熟悉的前辈帮忙。结果对方只淡淡问了一句：“你是谁？”那一刻，脑海里的天平瞬间倾倒。所谓的关系原来只是一厢情愿，社交的本质是资源的交换，而这种交换归根结底需要个人价值作为支撑。如果一个人无法提供实际的帮助，仅靠微不足道的寒暄维持联系，就像空中楼阁，最终只会不攻自破。陈丽飞的故事正是最好的例子。最初，他急于攀高枝，想尽办法接触知名大咖李笑来，却处处碰壁。然而，他并没有因此怨天尤人，也没有继续耗费时间在无意义的追逐关系中，而是冷静下来，转而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通过持续输出优质内容，他的粉丝数量迅速突破100万。在联系李笑来时，对方的态度已大为改观。从你是谁到来北京见我，这不仅是人脉质变的过程，更是他个人价值提升的真实写照。就像 TM 加加的 CEO 基一所说的，社交不是刚需，孤独才是常态。社会上有太多人把孤独视为洪水猛兽，生怕被圈子抛弃，便不自量力地加入各种聚会，最终不仅花光了时间和金钱，还丢失了自我。事实上，孤独并不是一种惩罚，而是一种修行。在孤独中自我打磨，真正强大起来的人，自然会吸引到与自己同频的人。那些执着于混圈子的人，反而往往会因为价值不足，成为人群中的边缘人。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很多人明知一些社交活动毫无意义，却依然乐此不疲。究其原因，大多是源于对自我认知的不清。比如，有些人以为多认识几位行业大佬，事业便能平步青云，殊不知，没有过硬的能力，大佬甚至懒得和你多寒暄两句。毕竟，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，但伯乐也不会闲得无聊去发掘毫无潜力的马。曾有朋友抱怨，自己总是被一些饭局捆绑，既浪费时间，也看不到实际收获。我问他，你为何要去？他答，不去的话，怕别人觉得我不合群。这个回答让我哑然失笑。所谓的合群，本身就是一种偏见。真正的圈子，从来不是你拼命挤进去的，而是当你足够优秀，自然会有人主动接纳你。换句话说，圈子是筛选出来的，而非追逐出来的。再说回社交极简的理念，它并不是拒绝社交，而是有选择、有目的地社交。就像一棵树，枝繁叶茂的外表需要深深扎根于土壤中。同样，人的价值也需要通过积累知识、提升能力、拓展视野等方式不断深耕。当你真正强大到不需要刻意证明自己时，反而会发现，原本那些高不可攀的人脉会主动来找你合作。这样来看，社交极简并不是让人孤立，而是帮助人们摆脱无意义的关系网，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情。这个时代，信息爆炸，机会稍纵即逝，唯有聚焦于提升自我，才能在浪潮中抓住真正的方向。而那些追求所谓多一份交情、多一份保障的人，只会发现自己最终陷入了一场表面繁荣、内里空虚的社交迷局。最终的结果很有趣，当你试着减少那些无效的社交，把时间投入到自己的成长中时，会发现生活的画风开始变化。那些原本不可能联系到的人，突然变得唾手可得；那些原本遥不可及的圈子，逐渐向你打开大门。而那些曾经为了迎合别人而耗费的力气，反而成为对自己的亏欠。3. 情绪极简。仔细琢磨，生活中像巴菲特那样被情绪左右的人并不在少数。小林原本满怀理想，可毕业后换了好几份工作，存折里却依然空空如也。原因不是因为他不努力，而是情绪成了他行动的绊脚石。客户一句批评，他对回去被开除；外卖路上遇到麻烦，他吵架被扣钱；创业时面对困难，他焦虑半途而废。情绪控制不好，结果只能是越活越窝火，路越走越窄。
情绪如风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却能掀翻一艘正在航行的大船。生活中，很多人不是败给了能力，而是败给了自己的情绪。巴菲特之所以被人奉为投资界的活化石，并不是因为他天生比别人聪明，而是他懂得在情绪面前退一步，保持理性。而像小林这样的例子，也时刻提醒我们，情绪一旦不受控，人生的方向盘就会偏移。小林的故事听着让人唏嘘，他并非不努力，而是没意识到情绪的隐形杀伤力。在广告公司时，客户的一句方案没水平，直接戳中了他的情绪开关，他满腔怒火地怼了回去，结果当然是被老板炒了鱿鱼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当时他能咽下这口气，把批评当作改进的契机，或许事情会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。但情绪让他选择了宣泄，而不是解决问题。后来他尝试送外卖，看似和人打交道少了，情绪管理应该更容易了吧？事实却恰恰相反。一次因为送餐延误，顾客言辞激烈，小林又没忍住和对方吵了起来，结果不但被扣了工资，还差点被平台封号。他的创业经历更是一场情绪泥沼。他尝试做社区团购，前期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，可当事情变得复杂，客户需求繁琐时，他的焦虑和失控接踵而至。做抖音直播时，没能快速出成绩，他又选择放弃。不是外界不给机会，而是情绪让他一次次半途而废。情绪管理的缺失，就像沙漏漏光了沙子，耗尽的是他的精力和机会。其实，小林的遭遇并非个例，许多人在追逐目标时，总会被情绪推着走。我们遇到问题时，总想着为什么不顺心，却很少问自己我该如何解决。情绪占据上风时，人往往容易变得盲目，忽视更重要的长远目标。相反，那些真正有成就的人，往往懂得如何让情绪为自己所用，而不是让它成为负担。张一鸣，字节跳动的创始人，被公认为理性克制的典范。他在工作中不喜形于色，既不过度兴奋，也不沉浸于沮丧，而是始终保持冷静。用他的话说，工作时的专注状态便是不太激动，也不太郁闷。正是这种对情绪的平衡掌控，让他能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做出高效决策。情绪的极简不是压抑感情，而是去掉无意义的情绪消耗，把精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再回头看巴菲特，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情绪问题时，他选择了反思与修正。在面对市场波动时，他逐渐学会了克制自己，不再因短期收益的波动而过度担忧。他常说，投资最重要的不是你的智商，而是你的情绪稳定。这句话并非虚言，而是用真金白银换来的教训。稳定情绪的能力，让他在起伏不定的资本市场中始终屹立不倒。但情绪稳定并不意味着一味压抑，它是一种能力，一种可以通过训练和实践逐步掌握的技能。首先，要学会与情绪对话。当愤怒或焦虑涌上心头时，不妨先问问自己，这份情绪对当下的事情有什么帮助？如果没有，那它只是一种无意义的干扰，应该被果断删除。其次，要学会延迟反应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在情绪冲动时做出错误决定，但如果能给自己一些冷静的时间，情绪的影响力便会大大削弱。最后，要培养理性思维，将注意力放在事情的本质和解决方案上，而不是被情绪牵着走。例如，你在职场被批评时，与其花时间在对方是不是针对我的情绪纠结中，不如直接想想对方的批评有没有道理，自己该如何改进。就像一句老话说的，吃得了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把批评当成改进的机会，而不是情绪的导火索，你会发现情绪不再是绊脚石，而成了推动力。至此，小林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，也许他的人生轨迹早就不同了。而我们每一个人，若能学会用理性驾驭情绪，也许就能摆脱那些无谓的内耗。
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4. 精力极简。在现代社会，繁忙与琐碎是大多数人的日常写照，就像那些日复一日的杂事，今天穿什么衣服，晚上刷什么剧，看似不重要，但却无时无刻不在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。正如鲍麦斯特所言，自我损耗会一点一点侵蚀我们的专注力，直到让我们在关键时刻丧失行动力。于是，那些懂得断舍离的人才显得格外卓越。奥巴马和周鸿祎就是典型的例子，他们通过简化选择，把精力从不必要的地方抽离出来，集中在真正需要决策的事情上。同样的哲学也适用于普通人。吴军博士讲的2个女孩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。A 女孩的生活可谓多姿多彩，她喜欢聚会、医美、美甲，下班后忙着追求所谓的精致生活，工作时却总想着如何摸鱼。她似乎对生活有无尽的热情，但这种热情却成了束缚她前进的绳索，最终让她的梦想成了一纸空谈。而 B 女孩选择了另一种活法，为了出国深造，她舍弃了所有的社交活动，把每一点精力都集中在托福备考上。这种看似枯燥的生活却为她赢得了丰厚的回报，被全球顶尖大学录取，并跻身世界500强医疗公司的管理层。这2个女孩的故事仿佛现实版的龟兔赛跑。A 女孩像是那只得意忘形的兔子，自以为跑得快，就随意挥霍时间，结果被目标明确，步步为营的 B 女孩远远甩在身后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浅显却又容易被忽视的道理：真正决定人生高度的，不是你有多努力，而是你是否专注于正确的方向。减法一书中提到，从出类拔萃到万里挑一或许很难，但超过 95% 的人其实并不需要付出拼命的努力，只需要学会做减法，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即可。这种理论看似简单，但在实践中却充满挑战，因为我们需要放下许多让人短暂快乐的诱惑，如无休止的娱乐、社交，甚至是对外界评价的在意。只有剔除了这些干扰，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径。其实，极简并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。当你能把注意力从冗杂的琐事中抽离，转而专注于核心目标，你就会发现自己仿佛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能量，而这股能量不仅能够让你在事业上快速突破，更能带来内心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好了，家人们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最后，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：专注是一种力量，简化是一种智慧。无论是目标、社交、情绪还是精力，真正的成功并不在于你做了多少，而在于你能否聚焦于真正重要的事情，把无谓的消耗降到最低。所以，赶紧行动起来，给自己的生活做一次断舍离，把注意力放在能让你变强、变富的事情上。要记住，每一天你都在为你的未来投资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分享给更多的小伙伴。咱们下期再见，冲向财富自由的路上不见不散。